大家好，我是长明哥。今天是3月18号，彭博社最新爆料说，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审查李嘉诚旗下的长河出售海外港口业务的交易。今天我看长河的股价也在盘中出现跳水，收盘跌了 2.79%。彭博社爆料称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等多家机构已经接到高层领导人的指示，研究该交易是否存在潜在的安全漏洞或者反垄断违规行为，就是开始想办法找茬。由于长河出售的港口均位于大陆和香港以外，所以尚不清楚大陆会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这笔交易。其实李嘉诚很早就想把港口业务卖给内地国企，但是当时是祥贵没有买，只是最近李嘉诚公告要卖给贝莱德之后，然后大公报就连续发了3篇文章喷李嘉诚爱国。3月13号，国务院港澳办就转载了大公报的评论文章，题为莫天真勿糊涂。顺便提一句，李嘉诚是1928年生人，现在97岁了。他提示李嘉诚不要天真，不要老糊涂了。他说，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3月4号公告，与美国的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原则性协议，拟向该财团出售旗下和记港口的 80% 的资产，转让其持有运营分布于23个国家43个港口的配套物流网络，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口。巴拿马运河是全球航运的咽喉要道，全球 6% 的海上贸易经过巴拿马运河通行，中国商船的货运量占比高达 21%， 是中国和拉美加勒比地区贸易的核心要道。那这也是3月13号这篇文章点出了为什么不想让李嘉诚卖。他有些话是借网友的嘴说的，中国在此的贸易航运必然受到美国的制约，美国一旦实施诸于选择性限流、加征政治附加费等手段，中国企业的物流成本和供应链稳定性将面临很大的风险。这就是3月13号他里面具体说了他的一些担忧，为什么他觉得不能把这些港口卖给美国资产。然后呢，最后他总结性的说，大事大义大节应该三思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说网友普遍对这个交易和长江和记公司提出强烈质疑和批评，认为这是没有腰骨的跪低，是唯利是图、见利忘义、漠视国家利益、民族大义、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。这话说的是挺重，也非常难听。这是3月13号港澳办转载的大公报的文章。然后过了一天，3月15号他这个大公报又发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伟大的企业家都是真正爱国者，这样的一个时评。然后这里面有一段说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，历史和现实都是处于风口浪尖的企业家们，面对美国的强权霸凌，唯有坚定的与国家站在一起，勇敢斗争，才能保家卫国，才能赢得尊重，守住清誉。这是3月15号大公报的，这个就是给李嘉诚打气，让他与国家站在一起。然后又隔一天，3月17号，这个节奏其实是有一个明显，他隔一天发一篇。3月17号是饮水思源有担当，背靠祖国谋发展。这个他是干嘛呢？他首先是提了港人的饮水之恩，就是大陆这边中央的关爱。他说60多年前港人面临严重的饮水问题，中央果断出手，东江之水自此越山而来，香港彻底告别了治水时代。大篇幅就说这些吃水的恩情。这些恩情说完之后呢，最后升华总结，香港有求，祖国必应。香港回归祖国近28年来，国家的关怀从未间断，从支持香港打击国际金融大鳄，战胜国际金融危机，到推出自由行政策，帮助香港经济从谷底起飞，再到平息黑色暴乱，制定香港国安法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，以及应对前所未见的新冠疫情等等，中央所做的一切对于香港都是关爱，都是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行稳致远。然后他又说，过去的事实说明，香港发生的一切的乱象都是因为没有落实好一国两制，
香港如今欣欣向荣，正是因为与国家的利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。对接国家战略不是一句空话，贡献国家更不能是一句口号。在大是大非面前，香港各界必须坚定的和国家站在一起。那他这一篇是通过这种暗示的手法，让李嘉诚要饮水思源。你以前作为红顶商人，现在呢你的这些成功资产都有党的恩情在。所以这其实也可以解释15年的时候，李嘉诚卖国内资产的时候，人民日报的瞭望智库写文章大骂，不要让李嘉诚跑了。然后10年之后，李嘉诚卖国外资产卖给外国人，他也骂，因为在他眼里，你所有的这个财富的来源都是恩情，所以呢，你现在这种行为都是忘恩负义的行为。那其实这个李嘉诚这一笔交易有哪些细节呢？首先第一个，他这次风口浪尖上的巴拿马运河的港口资产，它其实是很多泊位和港口的特许经营权，而不是所有权，不是说真的能把这个卖掉。这些经营权是和记黄埔在1997年通过竞标获得了巴拿马政府授予的港口特许经营权。特许经营权的合同最初为25年，然后在2021年续约到2047年，所以他卖的就是后面的这一段时间的特许经营权。然后这一笔交易的价值是228亿美金，可能光靠数字就不太直观了。如果200多亿放在个人手里呢，那这个人就已经达到了全球富豪榜排行的前100了。而且现在的这个整个逆全球化的贸易下，港口业务本身前景就面临着一些挑战。全球海运的贸易增速已经从疫情之前的 5%， 现在呢是降到 2.5%， 港口行业的利润率也从 20% 降到了 15%， 然后现在又是关税战，又是区域化贸易，又是地缘政治冲突，这些都为港口业务的带来了很多不稳定性。那这次交易228亿美元，对应的就是用交易的市值比上息税前利润，这个比值是15倍，显著的高于了行业平均的9到10倍的水平，就是说它比行业平均卖的更贵了 50%。 所以这笔交易也会为长和就是扣掉很多的税费，还有少数股东的权益之后，会带来190亿的现金流收入，也能使长和的负债率从 23.6 降到了 18% 以下，也会优化它的财务结构。所以摩根大通指出，巴拿马港口对长和的息税前利润的贡献不足 1%， 出售这笔业务对整体业务影响有限，但却能锁定未来25年的稳定收益。所以这对长和来说是一笔非常好的交易。也正因为这是笔好交易，所以长和发公告之后，股价在随后的2天就涨了 30%。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李嘉诚想要出口这个港口之前，国家是知道李嘉诚想卖的。他在出售之前，各种风声就不断了。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，媒体关于李嘉诚港口集团陷入漩涡之中，恐怕会丢失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，就风声不断。比如2月份纽约时报就有报道，而且如果我们的相关部门看新闻的话，不可能不知道李嘉诚要出售港口的打算，毕竟人家外国记者都问到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了。并且李嘉诚在奥巴马时期末期就开始想要出售港口业务了，当时接洽的是类资，都是类资。比如2014年的时候，李嘉诚将葵涌8号西货柜码头卖给了2家内地的公司，标价 24.7 亿港元。2015年的时候，也是美国大选的时候，李嘉诚第一次大规模的出售港口。李嘉诚想要将旗下的52个港口 40% 的股份出售，接洽的也是类资，主要涉及了招商局集团，还有中国远洋集团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。当时的估值是1200亿人民币，类资最后嫌贵没有买。所以根据这些可以分析现在的状况，不是说李嘉诚人家偷偷的想把这个港口卖掉，然后没给你国内打招呼，是有关部门都知道了，而且很大的可能性是
中国这边是很早就知道这个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国企嫌贵，但是如果你想卖，并且卖给了美资，那我就要骂你。最好的情况是你把这个港口捐给国家，那你会得到鼓励和锦旗。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川普能不能用这些港口做一些手脚呢？这些港口会不会说真的给中国造来比较大的麻烦和威胁呢？川普是真的有这个打算的。路透社3月6号的爆料，就是美国计划将所有与中国关联的船舶收取美国港口停靠费，并且施压盟友也采取类似的措施，否则会面临报复。这份落款时间为2月27号的草案提议，只要该船舶所属的船队中包含了中国制造或者中国籍船舶，那么无论这个船舶归属哪个国籍，它在哪里制造，都会被美国港口收取停靠费。那很明显，这个草案是川普风格的这种下三滥的招式。我想如果实行的话，可能会进一步打击美国的信誉和形象。其实如果川普单纯的想打击中国的贸易的话，关税已经是足够有力的武器了，更方便、更简单、更容易执行。川普他其实这个草案呢，他想打击的是中国制造、中国船舶。当然这个想法肯定和往身体里注射消毒水来防新冠，想要制造业回流美国一样的没谱。但即使川普想这么做，依然是有障碍的。贝莱德即使从李嘉诚手上买到了这些港口泊位的特许经营权，但是他的所有权的主体还是巴拿马官方。所以巴拿马方面他肯定是想要的是繁荣的贸易，而不是帮助一方打击另一方，采取歧视性的费用。川普不一定能得逞。另外，港口的定价等政策都是受巴拿马当地政府规管的，不是说谁运营港口就能随意的针对某些船只涨价或者限流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即使贝莱德牵头的这个财团他拿到了这个经营权，但是他是不是敢对中国实施歧视性的费用呢？毕竟财团和美国政府它还是两个独立的个体，毕竟贝莱德这些他们一般在中国还是有大量的投资的。川普能对李嘉诚施压，那么中国其实也可以对贝莱德施压。现在我们口口声声说民营经济促进法，说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，然后面对川普的暴行的时候，自己不拿航母去扛，让商人去扛。而且这个交易如果真的像彭博社所说的，现在的很多部门都在找相关的什么漏洞、什么条文去阻止了，那其实牺牲的还有长河非常大数量的小股东的利益，不单是李嘉诚的利益。因为我们之前说了，这笔交易对上市公司来说是非常赚钱的交易。而且李嘉诚本人他也是在中国做了大量的慈善的。李嘉诚91年的时候就为中国残联捐款 1.05 亿，08年汶川地震他捐了 1.3 亿人民币，然后他对汕头大学的总投资是超过了120亿港币。李嘉诚基金在教育、医疗、扶贫项目等已经投入了超过300亿港币，其中 80% 都在内地与香港。我想这些还不算爱国吗？遵纪守法，乐善好施。但是现在李嘉诚被黑到一无是处，而愿意把一切献给国家的许家印现在在监狱里。现在沈毅之流的，我看到沈毅这个视频经常去黑李嘉诚发明了公摊面积，其实这个正主是霍英东，然后说李嘉诚五盘不开发，也不说清楚人家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。现在的强烈的惯例就是一旦找不到攻击的点，就要用大是大非、国家大义来套你。这其实也是李嘉诚10多年前不得不跑的理由。我是唐梦哥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